火星地表正有一片阴影在慢慢挪动，它不是探测器留下的划痕，也不是沙尘暴扫过的影子，而是一整块已经存在了将近50年，如今还在持续扩张的黑色区域。它已经沿着火星表面蔓延出去300多公里，而且到今天都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可这还称不上火星最古怪的一幕。好奇号刚刚在另一片区域拍到了成千上万块拼接在一起的多边形裂纹，密密麻麻铺满地面。30多亿年前的岩层里，科学家又找到了通向 DNA 和 RNA 的化学前身，还有一块从天而降的火星陨石，里面竟然藏着一种理论上根本不该出现在火星上的矿物——黑影、裂纹、有机分子、异常矿物。如果这些统统只是巧合，那火星最近的巧合未免也太多了一点。这颗被判定已经死亡了几十亿年的星球，到底是正在悄悄复活，还是它压根就从来没有真正死去？火星探测史上类似的巧合其实并不少见，可像这次一样，短短几年内一口气堆到一起的，几乎是头一回。有人说这是仪器误差的叠加，有人说这不过是媒体挑出来的巧合。可当你把每一份原始数据都摊开核对，会发现这些异常都经得起反复验证。你好，地球人，我是拆解天象密码。这片黑影位于火星北半球的乌托邦平原，这是火星上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直径将近3300公里，换算一下，差不多能把好几个中等国家装进去。几十亿年前，这里很可能是一片湖泊，甚至是一整片真正的海洋。如今，海水早已蒸发殆尽，地表彻底干裂，只剩下大量水冰，仍然埋在地下深处，没人知道还剩多少。1976年 ，NASA 的海盗号探测器第一次给这里拍照，那时黑色区域的范围还很小。将近50年过去，火星快车号重新对准同一片土地，画面里的黑色物质已经扩张成一整块巨大的阴影。最远的地方向南推进了大约300公里，平均下来，每年往外爬6公里。这可不是光影制造的错觉，而是一种富含橄榄石和灰石成分的黑色物质，很可能来自火星远古时期的火山喷发。问题是，火星上的大型火山早就沉寂了，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都没有新的火山灰喷出来过。那么，这些古老的黑色物质为什么现在还在移动？目前最主流的猜测是风可能正在把埋在地下的黑色物质一点一点卷到地表，再吹向更远的地方。但还有一种更让人后背发凉的解释，黑色物质其实压根没有移动，真正在移动的是覆盖在它上面那层红色尘土。火星的风正在一层一层地掀开地表，把底下藏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黑色火山残留重新暴露在阳光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可能根本不是黑影在扩张，而是火星正在悄悄褪色，它那层标志性的红色外壳正被某种力量一点点剥开。这件事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光是这个猜测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可火星最擅长的就是用一块普通的石头把人类的想象力瞬间拉满。最近网络上又一次疯传一张火星金字塔的照片，它的底边接近300米，高度超过140米，轮廓是清清楚楚的三角形。如果把周围环境全部裁掉，单看这张图，它确实很像一座被遗弃在火星峡谷里的巨型建筑。可这张照片其实早在2002年前后就已经流传开了，根本不是什么新发现。高分辨率照片显示，它的表面并不平整，边缘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规则，更像是一块质地格外坚硬的岩石，周围原本更松软的岩层被风一点点磨掉，只有它扛住了几十亿年的风蚀，最后留下了一个近似金字塔的轮廓。所以它大概率不是火星文明留下的遗迹。但问题来了，如果火星的风能把一块普通岩石硬生生雕刻成140多米高的金字塔，那这阵风还能在地表雕出什么别的东西？答案很快就揭晓了。2026年4月，好奇号在前往一座小型撞击坑的路上，拍到了一片从没见过的地面，成千上万块多边形彼此紧密相连，密密麻麻地铺满整片岩石，它们像蜂巢，像干裂的皮肤，更像是某种巨型生物蜕皮之后散落一地的鳞片。于是大家很快给它起了个名字——火星龙鳞。当然，这里不可能真的躺着一条死去的巨龙，可这些龙鳞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科学家到现在也没能完全说清楚。在地球上，类似的结构通常和水脱不了关系，泥土被水浸透，然后干裂，地下冰反复冻结，又反复融化，或者含有矿物质的水从岩石缝隙里一次次穿过，留下比周围更坚硬的纹路。一次湿润加上一次干燥，大概只会留下几条裂缝而已。可要形成如此密集绵延数米的龙鳞，同样的过程恐怕重复了成百上千次。这或许意味着火星上的水从来都不是一次性消失的，它可能反反复复的出现又消失，冻结又融化，直到整片大地都被烙上了鳞片一样的疤痕。而好奇号路过的那座小撞击坑恰好也藏着另一个机会。撞击坑就像是火星自己凿出来的一口深井，一次撞击就能把原本埋在地下从未接触过阳光和辐射的岩石直接掀到地表。你可能不知道，
火星表面的辐射会持续不断的破坏有机分子，可反过来说，埋得越深，保存下来的东西往往就越完整。所以科学家真正想找的，从来都不是暴露在地表的石头，而是那些刚刚被撞出地面，还带着地下秘密的新鲜碎片。每一块从深井里被撞出来的碎石，都可能藏着一段从未被阳光照到过的历史，谁也说不准下一块石头翻开的会不会就是决定性的证据。而这份耐心，几年前就已经有了回报。好奇号钻开了一块来自30多亿年前的岩石，那时的火星或许还存在着湖泊、溪流以及不断涨落的水位。岩石粉末被送进好奇号腹部那台微型实验室，经过好几年的反复分析，团队最终确认了21种含碳分子，其中7种是人类第一次在火星上发现。最关键的一种含有一个带氮原子的环状结构，它的化学名字你不需要记住，只要知道一件事：类似的结构可以继续拼接，组成更复杂的含氮分子。而生命用来储存遗传信息的 DNA 和 RNA， 恰好也离不开这一类含氮环状骨架。这当然还证明不了火星上曾经存在生命，但它至少说明生命所需要的化学积木真真切切地在火星上出现过。更让人在意的是，这些分子硬是在火星强烈的辐射环境里保存了30多亿年。研究人员甚至怀疑，眼下找到的这些小分子，说不定只是某些更复杂物质被高温分解之后剩下的碎片。如果连碎片都能撑到今天，那更完整的那一部分，会不会还埋在更深的地方，等着被人挖出来？更让人坐立不安的发现，还在几千公里之外，毅力号找到了一块石头，名字叫切亚瓦瀑布。它的表面布满了古怪的斑点，浅色的中心包裹着一圈黑色的边缘，看上去竟然有点像火星版的豹纹皮肤。搭载的毅力号光谱仪在这些斑点里检测出了有机碳，还有2种非常特殊的矿物组合。放在地球上，如果微生物生活在潮湿的沉积物里，靠化学反应获取能量，恰好经常会留下这样的矿物组合。换句话说，这块石头要是出现在地球，我们的第一反应大概率是这里曾经有细菌活动过。可它偏偏出现在火星。研究团队一开始把它称为潜在的生命标志。接下来整整1年，科学家不断寻找其他可能的解释。高温能不能制造出一模一样的斑点？完全没有生命参与的普通化学反应，能不能得到同样的结果？1年之后，这项研究通过了同行评审，正式发表的结论依然没有被推翻。它仍然是人类目前在火星上找到的最像远古生命痕迹的岩石之一。但请注意，只是最像而已，因为人类现在依然没办法彻底排除那些非生命的化学反应。真正的答案就锁在毅力号已经采集好的样本罐里。那个金属罐子现在正静静地躺在火星地表，等着未来的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把它送进人类的实验室。它现在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也不过几千万公里，可在样本真正被送回地球之前，这几千万公里和整个宇宙一样遥远。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答案早就摆在那里，只是没人能亲手打开它。就在生命之谜还悬而未决的时候，火星的地质历史又裂开了一道新的口子。2026年6月，科学家在一块来自火星的陨石里确认发现了石榴石，这是人类第一次在火星样本中确认这种矿物的存在。石榴石在地球上并不罕见，可它的形成往往需要高温、高压、热流体或者复杂的地壳运动配合，而地球恰好拥有不断运动的板块，能轻松凑齐这些条件。麻烦在于火星没有地球这样的板块构造。按照过去对火星的理解，它本不该这么轻易地制造出石榴石，除非火星曾经经历过一段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地质活动，也许是一颗巨型陨石砸中地面，瞬间制造出可怕的高温高压，也许是远古的岩浆曾经涌入地壳，把地下岩石重新熔炼了一遍。还有一种更绕的可能，这颗石榴石压根不是火星本地生产的，它来自另一个天体，先撞进火星，后来又被一次新的撞击轰出火星，最后穿越漫长的太空落到了地球。一小块石榴石背后说不定藏着2个世界的毁灭现场。不管真相是哪一种，都足以说明火星的过去远比教科书里写的要复杂得多，而现在的火星也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安静。它脚下的地质活动说不定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彻底停歇。科学家翻查了整整20年的火星照片，从里面追踪出1039个尘卷风，其中跑得最快的一个速度达到每小时158公里，比过去火星车在地面实测到的最高风速还要快出整整1倍。火星大气极其稀薄，这样的风速未必能把人吹倒，可它足够卷起海量尘埃。火星又不下雨，没办法把这些尘埃冲洗回地面，于是它们能在空中飘上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遮住阳光，糊住探测器的镜头，改变地表温度，甚至把水汽一路带向更高的大气层。前面提到的那片扩张了50年、爬了300公里的黑影，很可能只是火星狂风留下的一道脚印而已。这些尘卷风看起来像一根根细长的漏斗，从地面一路旋转着冲向天空。火星车拍到过它们经过的画面，
地面上瞬间扬起一道旋转的沉柱，几分钟之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可更奇怪的是，还发生在大气更深的地方。火星没有像地球这样完整、连续的全球磁场，按理说它很难挡住太阳风的正面轰击。但梅门探测器却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火星大气里居然出现了一种过去只在正儿八经的行星磁层里才见得到的效应。每当一场强烈的太阳风暴撞上火星，大量带电粒子会顺着临时形成的磁场结构被反复挤压、输送，整个过程就像有人正在火星上空一下一下地挤压一支牙膏。太阳不只是照亮火星，它还在一点点揉捏火星的大气层，甚至把它一点一点地扯进太空深处。几十亿年前，火星或许拥有更浓厚的大气、流动的河流以及一片真正的海洋。后来，火星内部逐渐冷却，全球磁场慢慢衰退，太阳风开始直接轰击它的大气层，水分子被拆解，大气逃向太空。一颗也许曾经温暖湿润的星球，就这样一点点被太阳包成了今天这副冰冷荒芜的样子。而发现这一切的梅文，最后也消失在了火星背面。2025年12月6号，他照常飞向火星背面。出发之前，各项系统一切正常，按计划，他应该在不久之后从另一侧重新露面。可地球再也没有等到他的信号。此后传回的零星数据显示，梅文很可能在火星背面遭遇了异常，开始失控翻滚。NASA 搜寻了好几个月，最终不得不宣布，这艘专门研究火星如何失去大气的探测器，最后自己也在火星背面彻底失去了踪影。可人类如果真想踏上火星，还要面对一个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异常。火星上的时间其实比地球更快一点，就快那么一点点。因为火星的质量更小，引力也更弱，它对时空造成的扭曲自然也更小。换算下来，火星表面的时钟平均每天要比地球快出477微秒，还不到半毫秒。听起来几乎可以直接忽略。可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足够飞出大约143公里。未来的火星导航、自动着陆、探测器协作，还有星际之间的通信，如果不把这一点点误差算进去，定位很可能会迅速跑偏。所以，人类踏上火星之前需要重新设计的，不只是住所、能源和生命保障系统，还得为这颗星球单独搭一套属于它自己的时间。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一颗星球甚至能拥有自己独立的时间节奏，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它的质量比地球小了那么一点点。一片还在扩张的黑影，铺满地表的龙鳞，通向 DNA 和 RNA 的化学前身，像极了微生物痕迹的豹纹斑点。一颗本不该出现的16时被太阳一点点揉捏的大气层，还有一套完全不同于地球的时间。单独拎出任何一项都没办法证明火星上曾经有过生命。可当所有这些异常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颗星球上，这颗被判定已经冰冷了几十亿年的尸体好像就没那么简单了。它更像是一座被风沙彻底封死的巨大档案馆。人类目前找到的也许只是散落在门外的几张碎纸，真正的答案依然锁在火星地下深处。也许有一天，当人类真正踏上这片红色土地，第一铲挖下去的就是解开这一切的钥匙。而那块最像远古生命痕迹的石头，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被毅力号握在手里，等着一趟跨越几千万公里的旅程。你觉得它最终带回地球的会是一场压根没有生命参与的化学巧合，还是人类等了几千年终于等到的第一份外星生命档案？我是拆解天象密码，咱们下个宇宙见。